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文国。身为2000年代出生的小孩，在手机还没有完全占据我们的童年时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靠着电视节目作为主要娱乐，没错吧？每个人看的节目可能不太一样，但我的话一定是卡通最多。我记得很清楚啊，那时候电视的22台就是卡通频道，23台是迪士尼，24台是某某亲子台，25台是悠悠 TV， 可以说是任君挑选。我最喜欢的当然是卡通频道啦，有太多经典的卡通都是在那边看的，像是探险活宝、阿甘妙世界，还有我们今天要讲的天兵公园。我前阵子刚把《天兵公园》全部追完，我真的觉得这是一部很棒的卡通。可以说每一节剧情都是炸裂式的发展，但至少结尾都可以和平收场。而且每个角色的个性特色都非常鲜明。即使某一集是两个平常不相干、没有交集的角色出现在同一个场面，你也会期待他们两个人之间会有什么互动，彼此会发展出什么样的剧情。不过我今天不是来纯讲剧情的，而是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《天兵公园》里面也很赞的东西——插曲。《天兵公园》的主要创作者 J.G. Quintel 很爱80年代的流行文化，所以《天兵公园》里面有很多元素都和80年代有关，尤其是音乐。剧里面出现的很多插曲都是英文的经典老歌。说实话，如果没有看《天兵公园》的话，我可能也没有机会会接触到这些歌曲。而且重点是这些歌曲也不是乱选的，几乎每一首都跟该集的剧情有关。这个牛铃声有熟吧？这首经典摇滚歌曲叫做《Mississippi Queen》，是 Mountain 的知名作品，充满力量感的吉他，配上主唱粗犷的声音，还有让人忍不住想跟着一起点头的鼓点，以及穿插在其中的牛铃，是一首很适合新手练鼓的歌曲。牛铃敲起来，那就只有一个字：刷。这首歌出现在班生灌辣酱的那一集，一开始班生在抱怨两位天兵换的包换了1个小时，然后班生就看不下去了，就拔张提子要自己来。这时候阿天就碎碎念说：“班生，你下班生活那么无聊，又没有要干嘛？你到底在急什么啊？”班生没有要跟他们多解释的意思，只是吼他们，叫他们扶好梯子啊。没想到鸟哥和阿天在争执的过程中，不小心让班生从梯子上摔下来，然后班生就直接昏迷。两个人就想说啊，怎么办？想办法让他醒过来啊。两人在试着弄醒班生的过程中，发现班生下班后是真的有 party 要参加，而且是去参加邻居兼暧昧对象 AKA 伦美办的派对，所以两人决定要请一波班生，顺便让他在 party 上面耍帅。反正班生昏迷了你就当布袋戏在演就好。结果伦美的前男友恰恰也在场，场面瞬间变得很火爆。恰恰还扮出自己的绰号 F1 铁卫来呛先然后说敢不敢啊，尬一场吃大比赛啊。于是班生在昏迷状态下被鸟跟阿天喂了一坨拉苦的辣椒，恰恰不知道班生早就昏迷了，眼看着自己就要输了，于是搬出大绝招，用巧克力酱、酱油、美乃滋、泡菜、意大利面酱、蛤蜊、寿司搅出一杯密西西比皇后。结果这时候班生刚好醒了，被鸟哥和阿天拉进厕所战术讨论。本来班生就要开骂了，但是胃被刚刚辣椒的后劲痛扁一顿，加上看到伦美还有一堆人在外面为班生欢呼，班生为了面子嘛，拉着鸟哥和阿天一起喝下那杯密西西比皇后，就有了开头的经典画面。看我伦美，上面写什么？金拱上面写什么啊？我接工作了。这是一首呢，我觉得非常浮夸的歌，在很多电影里面也有出现过。我觉得比起嗨，更像是一首紧张的歌曲，鼓点非常的密集，而且运用了大量的电子音色。后续钢琴的加入也没有让气氛缓下来，反而呢有点枪林弹雨的感觉。特别是歌曲中间有一段狂刷钢琴的声音，给我的感觉像是什么？你来到战场上面，除了炮声隆隆之外，还有机关枪在扫射，然后女主角就站在枪林弹雨中间求救的壮烈场面。主唱 Bonnie Tyler 充满爆发力的烟嗓，可以让你感觉得到他真的 need a hero。但是这个英雄要快啊，再慢个1秒他就要自己来了。这集的内容也很有趣，是阿天为了拿到蛋卷王大胃王的奖励卡车司机帽而去挑战蛋卷餐，结果没吃完就算了，阿天居然还对蛋过敏，然后嘞就在医院昏迷不醒了。鸟哥身为阿天的兄弟，决定要帮他挑战这个大胃王挑战，然后拿到那顶司机帽。班生还因为讲了实话被鸟哥揍了一拳，但后来也被鸟哥的义气打动，最后和公园里其他人一起帮助鸟哥训练并挑战成功，拿下卡车司机帽，真的当了一回阿天的英雄。我觉得这集算是整部剧里面的重要时刻之一，因为这是第一次全部的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人去努力，也是所有人感情变好的开始。另外那个负责看守奖品库的勾渣郎他会失业，后面换了很多次工作，我们会常常看到他。这是一首关于谎言的歌，非常的直白。除了歌名本身就叫做 Lies 之外，副歌也不断的重复 Li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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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， 并且在第3段副歌开始之后，会出现一句很洗脑的 They're gonna get you。那这么多的谎言到底是哪里来的嘞？
其实是跟当时的时空背景有关。歌词乍看之下讲的好像是情侣之间的那种互相不信任，但实际上暗示的是冷战带给人的不安感，那种隔墙有耳、随时会被监视、监听的氛围，使得人们为了自保或是另有意图，让这种说谎的风气变成社会上的常态。题外话，在歌词提到亚洲国家的时候，会有一段合成器的旋律，跟迷影里面会出现的中国刻板印象音乐一样，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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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这集也很好笑，是两个人发现靠唬烂冒充太空人可以直接跳过超长的排队队伍之后，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两个人为了面子疯狂瞎掰，结果害自己差点被反物质分子吸进去，最后是靠牺牲班生的骑士三明治才没事的。提到男团，对于比较年轻的族群来说，想到的可能会是 K-pop， 稍微有点年纪的会想到 Westlife、Backstreet Boys 等欧美男团。如果说 K-pop 的始祖是 H.O.T 酷龙的话，那欧美的始祖男团就是他们啦。强烈的鼓点，还有这个标志性的口号声，是不是也有点像鸟哥和阿天常常发出的声音呢？这首歌是 New Kids on the Block 在1988年发行的歌曲 Hanging Tough， 剧里面把歌曲的名称翻译得很赞，我印象很深，叫做盯下去。因为歌曲的原意是想要告诉当时的听众，我们可不是单纯的小白脸而已，我们也是很街头、很有态度的。跟鸟哥和阿天在这一集里的情况一样，两人觉得班生用超 low 零钱袋发薪水很逊，他们想要跟其他人一样要领支票，但是班生根本就不屌他们啊。于是两个人决定在班生学会尊重他们之前就不回去工作，并且靠打电动打高分获得人们的尊重，而他们也成功了，也导致剧中的反派之一胡须章现身。洛基在剧中拥有青春永驻的能力，因此他在主角群中可以说是有着最多本领跟经验的角色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洛基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就在青年公园效劳了，也见证了公园一路以来的发展。身为工人万事通的他，几乎可以处理一切的问题。大家有麻烦也是会第一时间来找洛基。而背景放的这首歌是 The Beach Boys 的 I Get Around， 是标准的冲浪摇滚曲风，里面的好几段和声都超好听。歌词大意就是我超受欢迎啦，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很喜欢我。洛基身为一个非常在意面子的人，当然也是这么觉得的，毕竟他什么都会修啊，直到他发现他不会修电脑。演唱会抢票日就在眼前，但是你的口口不够，该怎么办呢？那就只好加班啦。但是加班好累哦，该怎么撑住？这时候你就需要嘎逼啦。这首歌是来自 Loverboy 在1981年发行的 Working for the Weekend， 你没听错，1981年啊，放到现在来听完全不会显得老气。整首歌运用了大量的合成器音效，加上明显的鼓声，让这首歌听起来就很嗨。毕竟这可是一首为了周末狂欢的歌。这首歌的由来也很有趣，是主唱 Mike Reno 在海边散步的时候，发现很多人在平日时都是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，但是一到了周末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散发着生命的能量。不过我想也是啊，毕竟谁上班会开心。这一集的剧情是两人为了要抢到天团6月天的门票，决定加班。好不容易存够了钱，却发现一般的票早就卖光了，剩下超贵的豪华第一排。两人还想要继续再加班啊，可是已经累到不行了。这时候他们遇上了一个亚洲人和一颗超大的咖啡豆，说要提供他们咖啡。阿天想都没想就直接把合约签了下去。两人也靠了这些咖啡成功赚到了豪华第一排的门票钱，不过却没有帮咖啡两人组买门票。于是咖啡两人组就生气了，说：合约上明明就有写要帮他们买门票什么的啊！眼见鸟哥和阿天没有要理他们的意思，于是咖啡双人组就用2杯舒爽茶让两人睡着，自己就把票抢走。虽然鸟哥阿天最后有把票抢回来啦，但是因为加班太累了，直接睡死，根本就没有看到表演。如果给你一次上台表演的机会，但是你对乐器一窍不通，你敢上台吗？这天一如往常的两个人在喝着咖啡，结果阿天搬出一箱衣服，说是昨天两人在网络上乱刻字画的团体。原本鸟哥是不打算穿的，结果因为字领的关系，误打误撞的说成两人已经组好了乐团，并且要在明天晚上的星光大道上台表演。好啦，事已至此，两个人想说练好一首歌上台嘛，应该蛮简单的。想当然，两个从来没碰过吉他又没有天赋的人，怎么可能速成？所以不意外的又吵起来了。两个人在争执的过程中，不小心召唤出了未来的自己。未来的他们看起来就是一副摇滚大明星的样子。被未来的自己帅到了，两人因此松了一口气，甚至还得意了起来。到了晚上表演的时候，两人一开始还怀着忐忑的心上台，没想到吉他一刷下去，全场嗨爆，两人就开始演唱了这首剧内原创的歌曲《Party Tonight》。真正
是我的嘞。不算复杂的编曲，甚至主唱就是英文版鸟歌配音员，也就是节目创作者 J.G. Quintel 本人。但就是这种没有技巧、全是感情的唱腔，还有简单暴力的吉他 solo， 让这首歌在我脑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现在看到这一段，我还是会起鸡皮疙瘩。毕竟能得到传奇鼓手班森的赞叹，绝对不是一首普通的歌。以上这些就是《天兵公园》里面那些神曲的介绍啦。根据我看到的消息，2026年的5月会有新集数的《天兵公园》可以看，那到时候再期待一下咯。希望还是有中文配音可以看啊，毕竟很多的乐趣都是来自中文配音的。后续我也会出几部1到8季剧情整理的影片，看是要介绍角色们的感情线，或是剧中出现的小彩蛋之类的。喜欢的话欢迎按个订阅哦，顺便分享给你身边爱看《天兵公园》的朋友们。我是文国，拜拜啦。